玄木记第3季第18集。姚真接了旨意，便捆了共工，携他向天宫而去。共工知道来了机会，一路上喋喋不休。姚真，我告诉你吧，你手里那颗炸弹是假的，真的还在我这儿。姚真心想，哼，要真的还在你这儿，你刚刚怎么不炸呢？姚真没有理会他。那升官来得早了，再晚来一步，就一步，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了。这样也好，到天宫去占了天地老子也不亏。姚真依旧没有理会他。姚真啊，姚真，你快点飞呀！马上你们就都是地狱里的鬼了。你带我上天宫，一起炸了这天地老子，我们都会名垂千古啊！姚真已经有些不耐烦，闭嘴！这一辈子没白活，能炸了天地也不亏呀！这还多亏了你。不一会儿，离天宫已经很近，共工做出蓄势待发的样子。姚真紧张起来，心想还是不能带共工回天宫，不能冒这个险。于是姚真停下了脚步。你们先在这里看好他，一定看好，听到了吗？众将领命，姚真独自一人进了天宫。姚真见了天帝，天帝道：司法天神辛苦了，来，赐座，来看看朕这盘棋这步怎么走。姚真与天帝看了几步棋，说了几句话，见天帝根本没有提共工的意思，有点忍不住了。陛下，那共工……寡人见天神近些年来锦衣珠冠，面若桃花，看来朕送你的几千名女婢照顾得还算周到啊！是啊，陛下，那千名仙子各显其能，将昆仑山打点得井井有条，臣还未感谢陛下的恩泽。不必客气，来看棋。陛下，那共工该如何处置？先不谈公事。姚真只得从命。大概过了几个时辰，门外侍卫突然来报：陛下，不好了，共工跑了！什么？速追回！陛下，臣去了。天帝点了点头。其实那共工巧舌如簧，先骗神将们为自己松了松绑，随后便可使出些功力来，打开了怀里的醉梦弹。那醉梦弹一打，散发出阵阵迷迭香味，醉倒了众神，共工这才得以逃脱。待神将们醒来，共工已经逃出一会儿了，所以姚真出来后四处寻找也没找到。姚真也没有继续寻找，而是往玉京山去找元始天尊了。姚真从怀里掏出这红出丹，让元始天尊辨认真假。元始天尊一看，此丹透着红出的强烈戾气，而又有一股浑元真力在其中乱窜，便确认了此丹为真正的红出炸丹。姚真松了一口气，既然此丹是真，也就不急着找共工了。找共工？他跑了？是啊，天帝非要和我看什么棋，看起来就没完没了，结果共工就跑了。元始天尊笑而不语，将这丹存放于隐蔽处，好生保管，不得与他人知晓。姚真领命回了昆仑。姚真在回去的路上便想好了一个隐蔽处，那就是西周的东南角周峰。周峰地貌奇特，怪石嶙峋，姚真便将这红出丹封印在了一处巨型怪石中。之后姚真便四处寻找共工的去向，几次欲杀之，都被天帝的旨意召回。姚真疑惑不解，所以去追问元始天尊。且说一日，风前还未晨起，几名仙家便来寻他。其中一仙人见风前还在榻上酣睡，便问候了一句：风前上神，您有喜事了，还不早些起床？风前睡眼惺忪，问了一句：什么喜事？那仙人笑着道：雅林山有位女仙人，品貌俱佳，颇有诗情，一直仰慕上神，所以我等今日前来，想冒昧地为上神说媒。风前躺着笑道：既已知是冒昧，为何还前来？这句话说的几位上仙有些尴尬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，只得在屋内转圈圈。风前侧过身去继续酣睡。那几位仙人没有来过风前的住所，所以他们打量着风前的这间木屋，真的是书画满屋，墨香四溢。
其中有一位上仙看着几幅姚真的丹青，说道：“看来上神喜欢英气的女子。你们看这几幅画，这画上的女子一身柔马装，长发高束，面容纯朗，眼神清澈。”另一上仙道：“你们看这幅，也是这女子，鹅黄裙袄，脸蛋润圆，笑起来十分可爱。看来上神已经有了意中人了，我们莫要再搅扰了。”其余几位仙人也点了点头，但有一位仙人翻了翻这些书画，发现底下竟有一幅画，提了几个不太协调的字，他念了出来：“丑，莫要再画。”这几位仙人便笑了：“上神，您这画上女子为您留了字了，您不知道吧？”风前一听，呼的一下起身，赶紧去翻看，一看便知是姚真的笔迹。风前瞬间泪流满面，原来他来过了。这几位仙人看着泪流满面的风前，摇摇头离去了。风前擦了擦眼泪，转身便到姚真的府上去找姚真了。他在门口见到了青鸾，青鸾一见他，转身就要逃。青鸾妹妹，他来过了，他来见过我了。他见过你了？真的？真的，但我没见到他。我要问问他，为什么不让我见到他？好，我去找他，让他见你，给你个答复。此时的姚真也正好要出门找元始天尊。青鸾见姚真道：“你是不是见过风前了？”“是。”“怎么了？你晾他这些年也够了吧？他真是痴情遇到了个无情，他又风尘仆仆的来了。你这次怎么也要见见他，就算以后不做朋友了，也把这话当面讲给人家。”“好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去趟玉京山，回来便见他。”姚真来到玉京山，见到了元始天尊，下跪行礼：“师父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望师父指点迷津。”元始天尊点了点头：“师父，天帝为何不让我杀了共工？”元始天尊笑而不语：“师父，我一要杀共工，天帝那边就拦着，几次下来，共工越发的狡猾了。弟子不解天帝为何如此。”元始天尊缓缓睁开眼睛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到天台一观，你就明白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元始天尊便带着姚真到了天台。你看这天上的星辰，这颗是罗王星，那颗是玉隐星，而这颗是白虎星。姚真仔细地看着，频频点头。这是神界，你看这正宫是正神位，那副宫是副神位，而那边是魔界。你看这魔界守卫直接对应的是什么？是神界的司法位。若按这相生相克之理，互为相对位的星辰，极易一损俱损。姚真听师父这一讲，恍然大悟，突然想起当年阿泽临仙去前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。原来他是关了星辰，怕我与共工一损俱损。姚真鼻尖一酸：“师父，弟子明白了。但是共工危害众生，特别是残害南州百姓，有时弟子赶到之时，已经死伤很多生命了。”你有时就是太过执拗，妖魔伤害生灵，也是给生灵消去罪业，这粗浅的道理，难道师父没教过你吗？教过，可弟子就是见不得魔伤害凡人，毕竟这4大洲只有南州的凡人生活的最苦最迷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司法天神，不是人类的护法神。那南州生灵品行不端，心术不正，若再无魔为他们消减罪业，他们自己都会成魔的。没事儿，你观察观察那南州的人，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德行。姚真从玉京山回来，一路都在回想阿泽最后和自己说的那几句话，才知道阿泽的良苦用心，于是心中无限伤感，又十分愧疚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。回到昆仑山，青鸾见了姚真，说：“我叫他进来了。”姚真才回想起风前，但他摆了摆手：“不见了，让他回吧。就说姚真与他早已缘尽，再见无益，亦无益。”青鸾见姚真脸色不太好，便也没多问什么，出去告诉了风前。
他说与你早已缘尽，再见无益，亦无益。风前一听，心中悲凉至极，欲哭无泪。亦无益，亦无益。好。风前这次决绝地离去了，没有像从前一样几步一回头，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失落，两袖清风荡悠悠。姚真自那之后，常常到南州去观察凡人的心性。他时而化作乞讨的老妇，时而化作流浪的孩童，时而化作病入膏肓的姑叟，时而化作邋邋遢遢的乞丐。扮演这些角色，虽然目的是观察凡人的善心，但是在这些角色的扮演中，姚真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乞丐老妇的艰难，流浪孩童的无助，姑叟的悲凉，乞丐的卑微。凡人的心性高低不一，有善有恶。一次，姚真化身流浪的孩童，他发现有很多妇人都愿意帮助他，给他拿馒头拿包子，有的还给他送被子。姚真很欣慰。姚真又化成邋遢的乞丐，他就发现怜悯他的人在逐渐减少，很多妇人见他都掩鼻而去，一天下来只有几位老叟给了他几个铜板。姚真又化身成一个流落街头的老歌妓，容颜不在，只能乞讨。这次角色的扮演让姚真大开眼界，他发现一天下来不但无人帮助他，反而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和唾弃，有的妇人还会向他砸菜叶子。一天下来，只有一个小童低下身来，打算给他一个饼子吃。可当姚真刚伸手要接的时候，小童的母亲过来一把打掉了那饼子，恶狠狠地对小童说：“这是妓女，不值得可怜，走！”拉着小童就走了。姚真心中疑惑不解，同样是乞讨之人，凡人竟会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发出不同的心念来。看来凡人的善恶心性与他们自身的思维和观念有很大关系。于是姚真便去观察一些人一生中的种种经历。经过一番观察之后，姚真发现他们做的恶很多都是在了结孽缘，比如杀人的是前世那人欠的一条命，做采花贼的上辈子都是妓女，江洋大盗的上辈子总是被别人夺取财物。虽然一切都是有因缘的，但姚真还是想查到孽缘的最初到底是因为什么。所以姚真就用宿命通追踪一个人的前几十世几百世，有的追踪了几百世才可以看出一份孽缘的根源在哪里，有的杀人的孽缘追踪了几百世，发现只是因为一个很荒唐的理由。姚真追踪了一个杀人犯几百世，发现他最初杀人只是因为口无遮拦，背后与他人嚼舌根，那人将另一人杀死，死后的冤魂将仇怨都算在了嚼舌根的这人身上，所以冤冤相报了几百世。还有些无羞无耻的妓女，只因在某一世误将一位老财主的私生女儿嫁给了老财主，犯了乱伦之罪，于是下辈子要做妓女偿还，而下辈子做了妓女又破坏了很多家庭，造了新的业力，还要做妓女偿还，无休无止。姚真感叹道：虽说人间迷惘，但凡人也着实太过愚蠢。姚真本想离去，不再管人间之事，刚要走，见一醉汉在路边殴打自己的妻子。姚真看得气不打一处来，但也不能随意插手人间的冤怨，于是便用宿命通看了这醉汉几世。当姚真追踪到这醉汉的前10世的时候，姚真震惊了，他发现这醉汉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流落人间。姚真看这醉汉本是一位高大伟岸的神，只因心中有执念，顶撞了天地，便被罚下世做凡人反省。每一世都才华横溢，但注定一事无成。上天要他在这一事无成的命运中悟出生命的虚妄，悟不出来就回不去天，什么时候醒悟，什么时候回天。姚真心想，这10世的痛苦经历不仅没有让他幡然悔悟，反而执念更深，造业更多，怕是再难回天。真可惜当初曾是那么伟岸的神，或许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，我应该再仔细查一查。
因为姚真的功力有限，查到一定的时间就查不到了，所以姚真准备到地府走一趟，仔细查看一下这些南州凡人的根源。因姚真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所以就先回了昆仑山，待一些杂事公文处理完之后再去地府。姚真回来之后，便坐在石桌旁处理一些公务。只听姚真旁边的粉衣小侍女轻声对旁边的橙衣侍女道：南州那地界不干净，天神每次去都会沾上一身的灰尘，咱们给天神换身衣服吧。橙衣小侍女道：好，正好前几日的纺织丝新做好了一套衣裙，十分好看，我去拿来。是那套碧波长裙和紫簟大氅吗？是啊，听说流光溢彩，特别好看呢。那套我早就想看看是什么模样了，听说是用金陵海的涟漪和朝霞的光晕做的呢。两位小侍女说着就去取衣服了。姚真在专心处理公务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不一会儿，两位小侍女就说说笑笑的拿着衣服回来了。姚思，我们为你换件衣服，可好看了呢。姚真敷衍的连头也没抬。好。这两位小侍女就给姚真忙活上了，一会儿穿衣服，一会儿系带子。姚真也没有抬头。衣服穿好之后，那橙衣小侍女仔细看了看，这套衣裙太华贵了，咱们得给天神好好梳个头发。粉衣小侍女点点头，咱们再去珠簟司挑些适合的首饰来。首饰也挑来了一些，侍女们开始为姚真盘发梳头、画眉抹唇。经过一番精心打扮，侍女们终于觉得满意了。天神这样打扮真好看。此时姚真也处理完了公务，起身一照镜子，对自己这身打扮也挺满意。竟将我打扮得这般雍容华贵，这身衣服着实不错。看着主人满意，粉衣小侍女高兴地说：姚思，这些华服的礼裙叫碧波涟漪苍渊长裙，这罩袍是紫簟芳仪流光大氅，再配上这红丹灵宝石抹额、水翡翠金苏步摇、玉絮琼勾耳坠子、金麒麟眼鬓、扶摇锦披帛。姚真听着听着笑了，说：怪我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出去。那橙衣小侍女紧张地问：姚思不会还去那南州人间吧？姚真笑着摇摇头，侍女们松了口气。那就好，只要不是那灰大的地方就好。姚真笑着说道：我要去地府一趟。侍女们面面相觑，露出嫌弃又无奈的神情。早知姚思要去那种地方，我们就不给您打扮了。哎呀，真是。姚真带着这一身的雍容华贵，笑着就去了地府。且说今日地府还挺热闹，上界斩了条醉龙，龙身落入地府，让恶鬼们用油锅炸了。溜龙肉可是一道好菜。几名鬼吏借着龙肉喝起酒来。这桌上的一名白胡老吏又开始回忆往事了。只听他说道：想我小时候，我快饿死了，就看见前方缓缓飘来一位女神，那真是仪态万千，光芒万丈那真是，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其中一个小吏不耐烦地说道：西王母。没错，西王母。你们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令我震惊的事吗？另一个小吏说道：后来西王母给了你俩枣，你吃完就活到现在。我说老吏这事儿你都讲了好几千遍了，累不累呀？那老吏急了：怎么，你们见过西王母吗？你们连她的裙边你们都没见过，我多讲几遍怎么了？其中一个小吏调侃地说道：那都是死多少年的神了，我们见他和见鬼一样吗？那老吏火了，跳上桌子：闭上你们的臭嘴，不许侮辱西王母。后来昆仑山崩了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娘娘您的救命之恩我还不曾报呢。又喝多了，岁数大了不能喝就别喝，喝完就撒酒疯，真是的。天神到此，诸鬼回避。众鬼众吏听此，纷纷躲闪回避，不然神的光芒会将他们冲散。可那个傻老吏喝多了，眼睛耳朵都不太好使了，竟忘了回避，还在那喝着酒。姚真知道他们怕光，先敛去了光芒，降至地府。那老吏抬眼一看，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阎王前来迎接姚真，阎王上前刚要作揖，只见那个老吏冲到姚真面前喊道：西王母，是西王母，你是西王母，西王母，你还活着？阎王生气地说：赶紧把他拖出去，喝成这样！天神息怒，息怒！这是个老糊涂，年纪太大了，天神莫要见怪。
姚真见着老叟眼睛不太好，就说：“等等。”挥了挥手，便将老叟的眼疾治好了。这回能看清楚了吧？我不是谢王母吧？那老吏使劲擦了擦眼睛，这次果真看得更清楚了。只见那老吏激动得泪流满面，跪下给姚真磕头：“是娘娘，是娘娘，娘娘当年救小的一命，小的还没有报答。”还没等他说完，几名小吏就将他拖出去了。阎王又道：“天神不必理会，他疯疯癫癫惯了。天神到此可有何公事？”“我到此是想查一查南州凡人的累世轮回。”“原来如此，天神请。”